欧盟即将就是否对华加征电动汽车关税一事展开投票。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参加联大期间展开密集外交活动，先后会见了包括匈牙利、德国、法国和瑞士在内的多位欧洲国家外长，就中欧关系再次阐明中方立场，并强调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滥征关税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当地时间24号，王毅在纽约联大期间会见新上任的法国外长巴罗。两国关系呢具有超越双边的全球性的意义。我们要继续坚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王毅说，贸易战没有赢家，希望法国和欧盟同中方一道抵制保护主义，维护市场规则，妥善处理贸易纠纷。巴罗表示，法方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加强对华合作，这一点不会改变。经济全球化、开放式合作对法国和欧洲至关重要，保护主义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法国和欧盟都不愿同中国打贸易战，希望找到实现公平贸易的办法。法国政府新内阁名单不久前出炉，其中41岁的欧洲事务前部长级代表巴罗被任命为法国外交部新任部长，他也是前欧盟专员雅克·巴罗的儿子，后者在法国曾4度出任部长。同日，王毅还会见了法国总统外事顾问伯纳，他强调保护主义不利于欧洲提升竞争力，打贸易战不符合双方利益，希望欧方展现诚意，同中方认真磋商，以双方均可接受的方式解决贸易纠纷。伯纳也表示，欧中完全可以通过协商解决分歧，努力避免贸易战。深圳卫视注意到，法国是欧盟内部支持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一派，也是此前推动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展开双反调查的国家。法国是欧洲大国，人口占比较高，在欧盟决策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观察指，法国政府在电动汽车一事上态度相对强硬，是因为与中国的电动车交易量很小，认为挥舞关税大棒伤不到法国自身。然而，法国农产品以及干邑白兰地厂商对政府的态度感到不安。上周以来，约800名抗议者开着拖拉机，举着标语聚集在法国西南部城镇干邑，要求欧盟推迟投票。今年以来，中国已经陆续对欧洲干邑白兰地、乳制品、猪肉等展开反补贴调查，相关产品很多都来自法国。其实中欧这么多年来，双方不管是从贸易还是说投资以及这个供应链中间中间产品等等各个环节，中欧之间在经贸上的这个相互嵌入是很深的。如果说我们拿出来任何一个产品的门类要去做贸易保护主义，要去加征关税，或者要去做反制措施的话，都是非常容易的。但是任何一项这样的举动，最终带来的都不是一个单向的伤害，而是双向的伤害。相比法国，德国则对欧盟电动汽车持开放态度。德方领导人多次在公开场合反对欧盟加征关税的决策。德方官员目前也正在欧盟内部游说其他国家投反对票。占欧盟人口18.7%的德国是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柏林担心这一关税政策会影响在华深耕多年的德国汽车制造业厂商，进而阻碍德国经济增长。此次王毅在纽约也会见了德国外长贝尔伯克。深圳卫视注意到，中德外长会面时气氛融洽，会谈桌两侧摆上了餐盘，两人边谈边享用中式早餐。王毅强调，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滥征关税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不利于世界的绿色转型。希望德国和欧盟坚持开放合作，坚持对话协调，妥善处理有关问题，共同维护国际贸易规则和公平竞争环境。贝尔伯克表示，德方同样认为应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通过开放透明的对话协商解决遇到的问题，维护国际贸易规则和秩序。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欧盟应努力保持市场开放。此前一天，王毅会见匈牙利外长希尔雅多时提到，保护主义做法只会损害欧洲消费者利益，加剧中欧贸易紧张，通过协商妥善解决矛盾分歧才是正确出路。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发布的一份声明，希亚尔多表示，该国将投票反对欧盟委员会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他还批评了欧盟委员会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提议，认为这是一个坏主意，会对欧洲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西雅尔多直指这一决定毫无依据。尽管布鲁塞尔声称此举符合欧洲汽车制造商利益，但其中许多公司正拼命反对上调关税，因为这些公司在东亚市场的发展也将蒙受重大损失，而有些公司甚至在当地设有生产基地。汽车制造业是匈牙利经济的支柱和关键领域。匈牙利方面已多次表明反对欧盟对华加征关税。匈牙利还是中国电动汽车比亚迪在欧洲的第一家工厂所在地。不过，最终投票需要占欧盟人口65%的15个成员国投票反对，才能推翻此前决策。匈牙利在欧盟内部人口只占2%。观察指，匈方立场只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欧盟最终决策。目前，中欧谈判磋商进入关键窗口期。19号上午，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欧盟总部会见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双方明确表达了通过磋商解决分歧的政治意愿，一致同意继续推动价格承诺协议谈判，全力致力于通过友好对话磋商达成双方均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据悉，价格承诺意味着中国车企在出口欧盟时主动抬高售价，欧盟则相应的取消关税。中国商务部此前曾表示，这是中国业界提出的灵活解决方案建议。欧洲方面也推迟了做出最终决定的时间，从本月25号推迟至10月初进行表决。外界分析，这意味着欧盟内部仍存在较大分歧。还有多名消息人士透露，欧盟将在关税草案中增加一项条款，允许欧盟在法案投票表决后继续与中方就关税问题进行谈判，以寻找关税问题的替代解决方案。今年7月，欧盟就加征关税进行了咨询性投票，包括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在内的12个欧盟成员国被指投出支持票，4个成员国反对，德国、芬兰、瑞典等11国弃权。投出赞成票的法意西3国是欧盟人口大国，人口总和占欧盟人口总数近40%。其中，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本月早些时候访华，并在记者会上指出，他正在重新审视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问题。欧洲方面，他在推迟这个投票呢，其实也反映出来他一个很强的来通过对话磋商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意愿。在经过了一系列的这种全面的双方的沟通和考量之后，我感觉到法国还有欧盟方面他们在逐渐的回归一个理性，这也为双方的进一步的对话磋商提供了一个空间和机会。值得一提的是，王毅还在纽约联大期间会见了瑞士外长卡西斯。王毅提及两国宣布开启自贸协定升级版谈判，称这是一个好消息。在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抬头背景下，中国和瑞士作为自由贸易维护者，要以实际行动表明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中方欢迎瑞士企业积极开拓中国市场，共享发展机遇。卡西斯表示，瑞士同中国启动自贸协定升级谈判确实是个好消息，瑞方将全力推动谈判进程，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中国瑞士自贸协定于2013年7月签署，是中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份双边自贸协定。1年后，中瑞自贸协定正式生效。观察指，这向外界发出两国深化合作的积极信号。目前，中瑞双方关税减让安排已基本实施完毕，相互间90%左右的产品税目已经实现零关税，为两国企业扩大相互出口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这些年中国经济中国市场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扩大，以及中国的这个工业门类也不断的健全，其实我们给这个外方提供的这个市场还有经济上的这种机遇是越来越大的。那么对于这些我们的贸易伙伴来讲，他们之间其实在中国市场也是有个竞争的，那也是有个先到先得这样一个游戏规则。那么所以我们看到瑞士在当前的这样一个背景下也是和中国升级了这个贸易协定，所以这样就是一个要先一步去抓住和中国的这个进一步推进经贸合作的这样一个机遇。正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将于明年1月离任的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公开讲话，呼吁中东和乌克兰实现和平，却没有提出任何解决方案。此外，拜登还妄议南海、台海议题。外界评论，拜登的这场告别演讲更像是对他执政生涯中留下的混乱和冲突进行告别。第79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4号到30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美国总统拜登发表了长约24分钟的演讲。深圳卫视注意到，他3次直接提到了中国，着重强调其任内负责任地管控了中美竞争，并放大了中美竞独合作所取得的积极进展。As we seek to responsibly manage the competition with China, so it does not veer into conflict
We stand ready to cooperate on urgent challenges for the good of our people and the people everywhere. We recently resumed cooperation with China to stop the flow of deadly synthetic narcotics. 随后，拜登话锋一转，继续炒作中国威胁论，并妄言台海、南海等议题。21号在美举行的4边机制峰会，白宫称不针对任何其他国家，但拜登在闭门会议讲话时，却在未关麦克风的情况下，妄称中国继续表现得咄咄逼人，在整个地区考验美国。而在此次联大讲话的末尾，拜登依然此地无银300两地强调，相关言论不针对任何国家。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strengthen our network of alliances and partnerships across the Indo-Pacific. These partnerships are not against any nation. 有评论认为，将满82岁的拜登还有不到4个月就要离任，但他的这次告别演说仍在借民主之名，试图在国际舞台上彰显自己的政治遗产和美国的领导地位。当然，我们也都很清楚地知道，拜登执政这4年，美国的外交的确是差强人意的，不仅仅在于外部的纷争乃至于冲突增多了，而且呢，美国国内的问题的积弊也变深了。但是呢，作为总统，他还是希望能够在外交和内政2个层面给人留下一种更正面积极的印象。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此次演讲还涵盖中东、乌克兰局势等议题，但对如何结束这2场冲突闭口不谈。拜登表示，他的政府仍致力于避免在中东爆发更广泛的战争。实际上，以色列周一对黎巴嫩的空袭造成近500人死亡，导致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急剧升级。关于俄乌局势，拜登警告说，世界必须做出选择。观察指，拜登实际上将矛头暗暗指向其共和党劲敌特朗普，后者曾承诺，如果在11月的美国大选中获胜，将在上任后立即结束俄乌冲突。President Biden giving his big farewell address to the world that he left in chaos and conflict. Joe Biden shuffling his way out the stage at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to give a speech in which he actually boasted about his pitiful foreign policy track record. 事实上，今年6月，首届乌克兰问题和平峰会在瑞士波尔根斯托克举行，乌克兰和西方主要国家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参会。然而，2天的峰会结束后，13个国家拒绝在联合公报上签字，其中包括参会的5个金砖国家以及印尼、泰国、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凸显全球南方国家对美西方设定的俄乌冲突议程并不买账。此外，延宕近1年的巴以冲突也导致美国国际形象持续走向负面，在加沙地带人道危机持续加剧的同时，冲突所引发的外溢效应不断显现，红海危机、黎以局势持续紧张。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一边摆出努力阻止中东局势升级的姿态，一边偏袒以色列，并继续推动对以军援，凸显其虚伪面目。据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学会统计，自1945年联合国安理会成立至2023年年底，美国在安理会总共否决的89项决议草案中，有45项涉及以色列，其中有33项涉及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或对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不仅仅在乌克兰危机中我们能看得到这一点，在中东也能看到这一点，而且呢，拜登政府又在不遗余力的在亚太地区搞大国战略竞争，所以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能够感受得很深。美国在外交事务处理中这样的一种话语非常的美好，但是行动呢又非常丑陋的这样的一种言行不一的这样的一种惯有的做法的确是令国际社会所诟病的。值得注意的是，本届联大的主题为求同存异，促进和平、可持续发展和世界各地每个人的人类尊严。共有193个会员国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高级别代表参加，其中大部分属于全球南方国家。从2大主题来看，和平、可持续发展仍是本届联大的关键词，反映出联大对当前全球面临挑战的关切。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对深圳卫视分析，尽管拜登的发言措辞华丽，但更多体现了美国在对外事务中高高在上的姿态，而非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各国。这种态度显然无法被全球南方国家所接受。拜登整体的发言中相关的话语比较的高大上，但是人们在观察4年拜登执政的外交表现的时候，就能看得出来，他的
政府所作所为给世界带来的更多的是不确定性，更多的是危机冲突和对抗。这次拜登在联大会议上的告别演说，您怎么看呢？拜登呢，一定是希望这次演说呀，能够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谢幕秀，能够以此全面构建自己的政治，特别是外交的遗产，为自己的政治外交人生勾勒出一个基本轮廓。同时呢，他可能也希望表达一点积极的或者是比较讨人喜欢的姿态。但是啊，他也同样面对着至少有5大压力。第一呢，就是来自哈里斯的压力，因为他一定注意到了，在哈里斯和特朗普辩论批评拜登的时候啊，哈里斯几次明确地说：“我不是拜登。”意思就是哈里斯如果当选的话，将会有自己的一套政治外交主张。第二呢，就是面对特朗普的压力了。特朗普来势汹汹啊，特别是在外交政策方面，很可能会对拜登的这些政策呀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那如何能够既体现自己的政治外交特色，又能够迫使特朗普尽量少改变一些现有的政策，特别是让特朗普的改变呢需要付出巨大代价，而让他望而却步，这也是拜登这次演说考虑的一个重点。第三呢，就是拜登要考虑到美国民众对他的压力。从他退选前所面对的民调之低啊，以及各种的舆论批评等等，都使得拜登不得不在这最后的一次演说的时候有所考虑，有所顾忌。第四呢，就是要面对他的那些所谓盟友们了，因为这些盟友，特别是像欧洲、日本等主要的盟友啊，在拜登在任的期间呢，也经历了很大的动荡，但是也取得了各种各样的利益。这些呢，都可能在特朗普或者是哈里斯上任后出现一些变数。这些盟友呢，也各有各的盘算，对最后的拜登呢，也有不同的要求。这也是拜登演讲不能不考虑的重要因素。第五，就是要面对中国、俄国等主要的这些对手型大国的压力。拜登既要维系自己在大国竞争当中的这种强硬的态度，但是又不能不顾及到，特别是和中国之间进行协调合作，包括11月份啊，他还希望和中国领导人会面嘛。那这些呢，都使得他在谈到中国问题的时候，虽然也提到了南海，并且时隔2年又提及了所谓维护台海和平，来保护美国最高端科技不要被用来对付美国和伙伴等等，其实呢，还不过是那些贼喊捉贼的那个一贯的说辞而已啦。可是呢，他也提到了和中国之间管控分歧、开展合作的一些必要性和成果。有观察认为，美日等发达国家这一次在联大会议上似乎都表现出一种弱势的姿态。那对此您又怎么分析呢？是的，这次联大会上有一个很少有的现象，也就是世界上一直最强势的，目前硬实力仍然领先的这些发达国家阵营啊，特别是美日的领导人出现了一种疲惫不堪、进退失据的弱势姿态。这种弱势啊，集中表现在3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在政策上的弱势，也就是出现了一种明显的方向不明、进退失据或者是变化无常的施政状态。无论是在面对乌克兰战局或者是中东乱局的时候啊，他们都展现出了这样一种政策上无能、疲惫之态。第二呢，就是在民意支持率上的弱势，也就是美国、日本以及多数的主要发达国家政府在国内的这个民意支持率啊，都处在一个极低的状态，几乎平均都在20%上下。而且不仅仅是美国、日本，日前欧洲等的选举当中也展现得很清楚。第三呢，就是主要领导人的弱势，最突出的是拜登和岸田2个甩手掌柜啊，直接就撂挑子不干了。对目前这种被动的弱势局面，他们不敢承担，不敢面对，采取了提前下台、主动辞选辞任。这2个人呢，几乎都是在几天之中做出了这样重大的决定啊，所以有人就惊呼说，是不是他们也得了新的什么传染病了，使得整个发达阵营都为之震撼。表面上呢是人事上的一种换马，但其实反映的是整个国家
在政党政治和政策方向上的重大动荡。无论新选上来的人是否做出重要的一些政策调整，但这种动荡很明显在发达国家阵营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不会因为一次换马而结束。我们过去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概念的时候经常是把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群体快速成长的这个层面上，而现实当中呢，我一直认为所谓百年变局，其实最重要的变动之点，变局的这个重中之重其实是在发达国家阵营。正是这些主导着世界秩序和国际力量关系的发达国家，是他们发生了变化，或者说是他们在面对变局的时候束手无策、进退失据、不负责任。在这次联大会议上，中欧互动很活跃，那对此您有哪些观察？在美日等国明显弱化，并且和中国的关系不够顺畅的背景下大家都注意到了中欧之间的合作博弈正在走强。这次呢，王毅外长在联大会上接连会见了德国、匈牙利等欧洲的各方代表，以中欧经贸合作为主题，展现出双方坦诚、建设性而深入的沟通态度和交流成果。中欧这一轮的交流合作重点虽然是就经贸领域，比如说反补贴调查中小企业合作等议题展开的，但其实呢是有3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在商言商，顾全大局。中欧之间认真务实的来讨论具体议题的时候，我们不去纠缠炒作那些政治话题，而是呢以经贸为中心，以在商言商的方式来展开建设性的协商，力求取得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第二呢，就是避免干扰，排除障碍。中欧我们都不想陪着美国玩什么地缘政治对抗的那种过时的游戏。应该指出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中欧建交50年以来欧洲一直是中国战略上的朋友，经济上的伙伴。我们既没有美方猜忌中国要与之争霸的多重障碍，也没有中日之间历史认知领土纠纷等的复杂恩怨。中欧的合作空间巨大，在排除干扰之后，我们可以大有作为。第三呢，就是即使中欧之间出现了一些纠纷，比如说最近关于电动车反补贴调查等等一系列的纠纷呢，互动协商，那么我们也是本着有理有利、合情合法的原则予以展开。我们并不是像美国那样动辄就祭出什么国家安全的大棒。最近呢，中欧在备受瞩目的中欧电动车关税谈判当中，虽然暂时没有实现如期的结果，但是会后呢，披露出2个信号一个呢就是中欧呢将继续进行价格承诺协议的谈判，以换取无关税。另外，原定于9月25号的最终表决推迟了，以给双方呢更多的谈判时间。这就展现了双方的务实和谅解精神。好，国台办25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回应两岸热点问题。针对深圳卫视记者就美方接二连三对台军售提问，发言人朱凤莲强调，美国给台湾的不过是一堆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和虚假的承诺，台湾民众得到的只是日益深陷火药桶、弹药库的险境。赖清德日前出席民进党活动时大放厥词，妄称要坚持两岸所谓互不隶属，并宣称将继续强化军事力量。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2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对其谬论进行驳斥，直指赖清德言论再次暴露其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实施台独分裂、不断进行挑衅对抗的恶劣本性。尽管海峡两岸尚未完全统一，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从未分割，也绝不允许分割。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从未改变，也绝不允许改变。赖清德所谓互不隶属、坚持主权的论调，既没有历史法理依据，也不符合客观事实。朱凤莲强调，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的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只能由包括2300万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持续进行谋独挑衅，鼓吹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置台湾民众于台独引战的险境，严重背离历史大势，必遭失败。
面对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大陆依法惩毒更加精准。近日，国家安全机关在官微发布起底台独网军匿名者64文章，揭露该黑客组织的真实背景是台湾资通电军下属的网络战联队网络环境研习中心。台湾资通电军是台当局对大陆实施网络作战的主力，一度被称为台军第4军种。成立以来，一直对大陆大肆开展各类网络渗透破坏活动，是危害网络空间安全的毒瘤。一方面，以大陆国防军工、航空航天、能源基建等领域为重点，搜寻目标，定向实施网络攻击，妄图窃取敏感数据资料，为台当局搜集情报。另一方面，频繁扭曲网络舆论，雇佣水军，借机生事，放大矛盾，挑唆对立，从中渔利。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首次公开了参与网络攻击活动的3名台湾资通电军现役人员的姓名与照片，他们已被国家安全机关依法立案侦查，被岛内形容为惩毒第1枪。台湾联合报的报道认为，这是大陆6月21号公布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后，首批被大陆依据该意见立案侦查的台湾民众。根据惩毒意见，若被大陆认定为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最高可判处死刑。大陆法院可缺席审判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案件。朱凤莲表示，面对台独分裂势力的嚣张气焰，国家安全机关忠诚履行使命，坚决予以反制，有力维护了国家安全和台海稳定，是依法惩毒的正义之举。赖清德当局口口声声说希望两岸和平发展，背地里却指使操纵台情报机构，对大陆实施网络攻击破坏，颠倒黑白，散布谣言，大肆的诋毁大陆的政治制度和方针政策，一味挑唆两岸对立对抗，唯恐天下不乱。这充分暴露了其打着和平的幌子，阻挠破坏两岸关系，谋求台独分裂的虚伪嘴脸和阴险本质。国家安全机关近期起底台独网军一事，成为今天发布会的热点之一。两岸媒体记者皆有提问。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应询时，揭批了民进党当局一味挑唆两岸对立对抗的虚伪嘴脸。发言人还2次强调，国家安全机关予以反制，是依法惩毒的正义之举。在回答深圳卫视关于美方接二连三对台军售的提问时，发言人以火药桶、弹药库2个词语，形象地表述了美国妄图以武助毒，台当局幻想以武谋独将面临的严峻后果。继美国国务院本月中旬宣布一项总价值达2.28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之后，美国政府近日正酝酿向台湾提供新一笔军事援助，总额达5.67亿美元。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武器。无论冠以军售、军援还是融资，或是打着其他什么名号，美国给台湾的不过是一堆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和虚假的承诺。实际上，美国在执行以台制华时，经常把用不上的破铜烂铁扔给台湾，把民进党当局当成冤大头。美国防部日前公布的报告显示，台湾去年12月收到美国提供的军备中有弹药过期、包装混乱、防弹背心潮湿发霉等情况。美国在台机构人员也表示，美方输台弹药像是清掉不想要的东西。对此，朱凤莲警告民进党当局，有关报告再次表明一个事实：美国任何时候都以自身利益为优先，棋子随时可能成为弃子，台湾也不会例外。民进党当局为了谋台独之私利，一边忍气吞声全盘的接收美国清理的破铜烂铁，一边继续的甘当美国的提款机，大肆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这不仅换不来台湾民众的安全，更会把台湾民众推向战争的险境。拜登政府正式进入下台倒计时，美国军售却异常活跃。但目前，美国积欠台湾的军火价值已达205亿美元。美国外交政策形容，美国在供应武器上的克制，让台湾陷入进退两难的防务困境。台空军前副司令张延廷就总结称，美国对台军售出现了3个现象：最新的不卖，已经付钱的就拖，给的是过期存货。
据透露，去年美国军援台湾的3.45亿美元库存物品夹杂既贵又烂，台湾还不需要的处理货，导致台当局不得不再花73万美元处理，遭到岛内舆论怒轰。事实上，在行要我们替他做销毁武器之时，销毁的费用都要我们台湾来负担。捡的破烂你还可以去卖钱，我觉得台湾连捡破烂都称不上。据国防部消息，9月25号8时44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卸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发射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性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国防部发言人莱德23号表示，美国正在向中东增派部队，但他没有介绍具体计划。据悉，目前美国在该地区约有4万名士兵。同一天，美国海军杜鲁门号航母2艘驱逐舰和1艘巡洋舰从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军港起航，前往地中海海域，准备加入美国海军第6舰队。据了解，杜鲁门号将于大约2周后驶入地中海海域。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海军林肯号航母作战群正在波斯湾部署。舆论猜测，美国有可能将杜鲁门号和林肯号同时部署在中东地区。自去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中东地区一直有美国航母存在，并且有时会有2艘航母同时部署。就在上个月，美国还在中东地区部署林肯号和罗斯福号2个航母打击群，直到本月12号，罗斯福号才驶离中东海域。就在美国计划向中东增兵之际，美国官员24号透露，在中东作业的美国海军补给舰大霍恩号在海上严重受损，目前还不清楚是否有人受伤，事故仍在调查中。大霍恩号受损地点在阿拉伯海，船上没有出现漏油迹象，该船载有约80名船员，正被拖到一个港口进行评估和维修。另一名海军官员称，大霍恩号是在靠近海岸线时遇到了麻烦。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海军长期以来一直面临加油船短缺的问题，而这艘船是该地区唯一一艘加油船。分析认为，美国最为担忧真主党的主要支持者伊朗可能会介入冲突。根据美方评估，以色列和真主党都无意发动全面战争，但如果伊朗认为自己即将失去在该地区最强大的代理力量真主党，他们就会进行干预。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指责，针对当前巴以冲突、黎以冲突，美国声称对以色列的行动不知情，但实际上他不但知情，而且参与其中。对于现任美国政府而言，他们需要以色列获胜来赢得大选，但他们也想获得穆斯林群体的选票，因此谎称自己没有参与以色列的行动。陡然升级的中东局势成为正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的焦点之一。多国领导人在一般性辩论的讲话中呼吁以色列停止暴力，不要让黎巴嫩成为下一个加沙。 Look no further than Lebanon. We should all be alarmed by the escalation. Lebanon is at the brink. The people of Lebanon, the people of Israel, and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cannot afford Lebanon to become another Gaza. 黎以冲突和巴以冲突相互交织，使当前联合国大会各国的元首和代表纷纷关注中东的局势，希望各国能够相向而行，为巴以局势和黎以局势的降温能够提供更好的正能量。值得注意的是伊朗方面的态度。该国总统佩泽西奇扬在联大表示，伊朗准备与世界大国合作，结束与西方的核僵局。他说，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恢复履行在该协议中承担的义务，但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不可能在不履约的情况下要求伊朗遵守承诺。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23号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视频称，如果其他各方有意愿，伊朗愿意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开启核谈判。在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于2018年退出了2015年签署的伊核协议，并重新对伊朗实施了严厉制裁。2019年5月以来，伊朗逐步终止履行协议部分条款，但承诺所采取措施可逆。2021年4月起，伊核协议相关方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多轮会谈，讨论美伊恢复履约问题，美国间接参与谈判。2022年8月初，欧盟向谈判参与方提交了一份关于恢复履约伊核协议的最终文本。伊朗和美国随后针对这一文本互相交换书面意见，但谈判未取得明显进展。核谈判其实伊朗已经做好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就是要打击以色列，但是不要把美国拉下水。所以我们看到伊朗呢采取这样一个措施，一方面呢就是在国际上联合全球南方国家对以色列形成这种道义的压力，同时呢积极的
改善和美国的关系，在核问题上做出一种善意的表态。外界同时注意到，佩泽西奇扬在联大期间与中国外长王毅会面。王毅表示，在巴以冲突问题上，中国将坚持公道正义，推动停火止战。我们支持伊朗和沙特等地区国家持续改善关系，通过团结协作解决地区安全问题，把中东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早日实现中东持久和平。佩泽西奇扬则说，在这个多变的世界，面对一些国家大搞单边主义、霸凌霸权，一中应加强合作，携手应对挑战，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公平正义。乌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美国之后，展开一系列求援攻势。继23号出席联大未来峰会后，在安理会24号召开的乌克兰问题高级别会议上，泽连斯基激情开麦，呼吁美国和其他盟友允许乌克兰使用外援远程导弹深入打击俄罗斯境内。相关言论遭到俄方代表怒怼。在俄乌战局即将迈入第3个关键的秋冬季节，战场仍无突破性进展之际，双方能否坐下来和谈，成为外界高度关注的焦点。关键时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开启了6天的访美行程。继23号出席联大未来峰会后，泽连斯基24号又出现在了安理会的乌克兰问题高级别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再次呼吁立即结束俄乌冲突，敦促各方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以确保核安全和核保障，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Plus cette guerre tragique se prolonge, plus le risque d'escalade et de débordement est grand. Cela n'affecterait pas seulement la région, mais aggraverait les tensions et les divisions mondiales. 外界注意到，在这场会议上，泽连斯基和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聂边贾共处一室。泽连斯基在演讲中施压称，俄罗斯正在犯下国际罪行，俄乌冲突不会自行消失，也无法通过对话平息，必须采取行动。他还呼吁美国和其他盟友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提供的远程导弹，深入打击俄罗斯境内。会前，泽连斯基多次表示，他计划向拜登、哈里斯和特朗普递呈他的胜利计划。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对公众透露该计划的细节。聂边贾则在会上针锋相对地表示，泽连斯基此行的目的是再次伸手乞讨，试图说服西方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将世界推向第3次世界大战的深渊。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同日隔空回应泽连斯基的言论，称他迫使俄罗斯停战的立场是一个致命错误，必将对基辅政权产生影响。佩斯科夫强调，俄罗斯支持和平，但条件是必须确保稳定并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已经表示，由于乌方仍坚持其提出的不可行方案，因此俄无法参加11月的第2次就乌克兰问题举行的和平峰会。泽连斯基曾表示，乌方准备在第2次和平峰会上与俄方代表见面。实际上，目前究竟是推动谈判避免升级，或是进一步增加对乌军援，西方国家正在分裂为2个阵营。部分国家反对在可预见的未来进行谈判，并坚持增加对乌军事支持，但也有国家担忧冲突升级风险，开始寻求外交解决冲突的途径。外界注意到，泽连斯基这次访美格外高调，不仅在出发前接受了美国知名杂志《纽约客》的专访，抵美后更是频繁在美国媒体上露面。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早安美国》采访时，泽连斯基称，他相信俄乌冲突比很多人想象的更接近结束，但前提仍是西方国家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尤其是美国允许其使用远程武器打击俄境内目标。乌克兰目前拥有美国提供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英国提供的风暴鹰影导弹。由于风暴鹰影部件由美国制造，因此2款导弹的远程打击权都必须得到拜登的同意。拜登将在本周与泽连斯基会面，讨论俄乌问题，但关于禁止使用美制远程武器攻击俄罗斯目标的观点没有改变。俄方舆论认为，泽连斯基与美国2党总统候选人会面的重点是讨价还价。泽连斯基此行的目的除了索要资金和军备，更重要的是确保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获胜的情况下继续支持基辅。泽连斯基试图通过此次访美向世界表明，他仍然能进入白宫，美国还支持他。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也一针见血地指出，泽连斯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推销员，因为他每次来美国都能带走600亿美元。特朗普一直将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视为浪费金钱，并拒绝表示他希望乌克兰获胜。特朗普以及他的副手万斯在涉美援助乌克兰问题上已经反复阐明了，需要乌克兰自身
去解决自身的问题。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需要逐渐的减少。欧洲的问题需要欧洲人去处理，所以可以预见啊，如果特朗普胜选的话，乌克兰在与俄罗斯的这场冲突中，很大可能会处在一个极端被动的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带着他的胜利计划赴美开会，但一些美国媒体却认为那不过是愿望清单。那对此您怎么看呢？主持人好，从泽连斯基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的采访中，我们可以看到泽连斯基的胜利计划主要包括4点：一是要求西方提供安全保障，大概是要从速从快加入北约和欧盟；二是乌克兰继续入侵俄罗斯库尔斯克，为谈判提供领土筹码，不放弃他曾说的要求俄罗斯归还乌东4州及克里米亚半岛；三是要求西方，特别是美国和英国，提供特定的先进武器，主要是指北约国家要提供和允许使用远程导弹打击俄罗斯腹地；四是继续为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有钱才能打仗。泽连斯基的意思是，只要美国和北约能够满足这些条件，那么乌克兰就能胜利。对这4方面的要求，美国和北约其实早就有所回应，除了继续援助乌克兰资金及武器以外其他的都不太可能办成。对于远程导弹，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英国首相斯塔默已经委婉地拒绝，说已经对乌克兰提供了相当多的战力。他不认为胜利计划只涉及远程导弹这一问题，显然是说英国不可能提供远程导弹，可能在其他方面帮忙。拜登在联大的发言也提到了中东危机和乌克兰问题，但是更多的讲述巴以停战。他说不会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直到乌克兰得到公正持久的和平。他强调的是和平，而不是胜利。这些均说明泽连斯基想要的东西恐怕是难以实现。所以美国的一些媒体及保守政客说，泽连斯基的胜利计划没有什么真正的惊喜，也不会成为改变冲突的游戏规则。这是一份愿望清单，而不是行动计划。我个人的感觉是，泽连斯基是拿着胜利计划去和支持乌克兰打仗的大人物告别的。美国总统拜登、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都将告别政坛。他希望得到继任者的支持，但是有点渺茫。泽连斯基在联大会议上呼吁全球南方迫使俄罗斯走向和平，那您认为这可能吗？支持乌克兰打仗的北约国家都得上了乌克兰疲倦症，对于乌克兰战胜俄罗斯失去信心了。与俄乌冲突关联不大、立场中立的全球南方，怎么会逼俄罗斯走向和平呢？我猜测泽连斯基的胜利计划可能是被西方国家给冷落了，他便转向全球南方国家，希望他们利用俄罗斯的关系来劝说普京走向和谈。所谓的迫使俄罗斯走向和平，改成劝说俄罗斯走向和平，可能更准确一些。只是他抹不开面子，用了迫使。我们从有些视频上可以看到俄军对乌克兰的电网和供水设施的打击是够厉害的。有些城镇在晚上就是漆黑一片，可能都影响到了城镇的治安。一些犯罪分子可能趁黑夜作乱。要是把仗继续打下去，广大的乌克兰人民今年究竟怎样过冬，就是个大问题。针对泽连斯基的闭合，俄罗斯已经回应了，说乌克兰的立场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一个系统性的错误。俄罗斯战场上都没有被逼和，怎么在外交上被逼和呢？到目前为止泽连斯基点名请求帮助的几个国家，如巴西、印度等都没有回应，好像不怎么买账。而更有意思的是，泽连斯基把巴西提出的和平倡议刚刚给打回去，说那个提议具有破坏性。现在又求人家来逼和，是有点尴尬了。也许泽连斯基请求南方国家迫使俄罗斯和谈，就像他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的，距离战争结束更近了，这是一种卖惨的策略，目的是得到美国和北约更多的支持和援助。泽连斯基前往美国时说要和特朗普以及哈里斯见面讨论胜利计划，但特朗普却讽刺泽连斯基十分渴望民主党获胜。那您分析他们俩会见面吗？美国大选会怎样影响俄乌局势呢？他们可能见面，因为西方政客善于同意见不同的人聊天，多谈谈，多了解一些情况，没什么不好。
何况呢，他俩曾经见过面。不过呢，特朗普曾经要泽连斯基帮助挖拜登的黑料，泽连斯基呢没有照办，也可能呢不理泽连斯基。泽连斯基对美国大选影响不大，但是美国大选对泽连斯基呢却是影响深远。如果特朗普获胜，他宣称将在24小时内搞定这个俄乌冲突，并且有言在先，要乌克兰呢用土地换和平。特朗普说的没错，泽连斯基呢是十分渴望民主党哈里斯获胜。哈里斯获胜呢，虽然也会调整队伍政策，但不会像特朗普那样激进。所以呢，泽连斯基到美国以后，特地选择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参观炮弹厂，客观上呢是为哈里斯助选。特朗普嘲讽泽连斯基也是为了自己胜选，说他呢是世上最强的推销员，来一次美国就能带到600亿美元，旨在动员反对援助乌克兰的选民给他呢投上一票。特朗普的儿子抨击泽连斯基无耻，说呀，一个接收了美国纳税人几十亿美元资助的外国领导人来到我们的国家，还胆敢攻击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简直是无耻。要是把话挑明了，那就是特朗普和哈里斯都把泽连斯基呢当成了选举工具，而泽连斯基呢则开开心心的把赌注压在哈里斯身上，这显然呢是很不成熟、很不稳重。